什么时候找对象和生孩子是遗传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靠催婚难以解决问题。真的是这样吗？有人从基因上进行了研究，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在人类整个基因组中进行搜索筛查了多个数据源，一共整合了387338人首次发生性行为时的年龄，以及542901人生育第一个孩子时的年龄。这也是该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基因组研究。研究发现，有371个基因突变位点，其中11个是性别特异性的。这些基因突变位点推动了人生中2个最重要里程碑：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和生育孩子成为父母的年龄。研究团队据此计算了一个基因评分，所有发现的这些基因位点结合起来，能够解释首次性行为或第一次生孩子时平均年龄变化的大约5%到6%。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或教育水平也是生育时间的重要预测因素。整体来说，受教育水平高、经济环境好的地区，生育时间通常会更晚一些。例如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女性平均生育年龄通常在30岁以上，而落后贫困地区甚至不足20岁。实际也是这样，上学会耽误结婚，学历越高结婚越晚，而不上学了就会早日结婚生子。从这个研究可以发现，生育时间的早或晚是遗传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该研究还发现，那些在遗传上倾向于更晚发生性行为和更晚生育的人，他们在晚年的健康状况更好，生命也更长。这与他们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而驱动生殖行为的遗传因素与晚年疾病密切相关。这似乎意味着催婚、催生其实没多大用处。一个人啥时候有对象，啥时候生孩子，其实已经写在基因里了。你觉得结婚、生子是基因决定的吗？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好了，感谢你观看本期视频。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订阅、关注和点赞。